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林梦，这160万的房子，其实我跟朋友借的钱买的。明天婚礼后，你能把嫁妆拿出来还掉吗？婚礼前一晚，陈俊坐在我家客厅的沙发上，面色平静地说出这句话，仿佛只是在谈论明天的天气。我手中的茶杯啪的一声掉在地上，热茶溅在我的裙子上，但我几乎感觉不到烫。你说什么？我的声音在颤抖，希望是我听错了。陈俊抬头看我，眼神竟然带着几分理所当然，就是字面意思。房子是我借钱买的，朋友明天要钱，我得还。你不是有嫁妆吗？我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。这套160万的房子是我们相恋2年后，陈俊买下来作为结婚用的婚房。当时他信誓旦旦地说房子全款已付，没有贷款，是他多年积蓄的成果。而现在，就在我们婚礼的前一晚，他突然告诉我这一切都是假的。你在开玩笑吗？我盯着他的眼睛，希望能看到一丝玩笑的痕迹。我没开玩笑。陈俊的语气依然平静。我当时手头确实紧，但想给你一个惊喜，就跟朋友借了钱，本来打算慢慢还的，但他最近遇到困难，明天一定要钱。我的脑子嗡嗡作响，不敢相信这是我即将步入婚姻的前夕。那你为什么不早说？为什么要等到婚礼前一天？我的声音开始提高，愤怒和不安交织在一起。陈俊耸耸肩，早说晚说有什么区别？反正我们要结婚了，你的钱不也是我的钱吗？这句话像一把刀，狠狠刺进我的心。我突然意识到，眼前这个与我相恋3年，即将成为我丈夫的男人，可能从未真正尊重过我。我的钱就是你的钱。我冷笑一声，那你买房的时候怎么不和我商量？怎么不早点告诉我真相？陈俊似乎没料到我会这么激动，脸色变得有些难看。林梦，别大惊小怪的，很多人结婚前都会借钱买房，这有什么大不了的？大不了的是你的欺骗。我几乎是吼出来的。你明明知道我最看重诚信，却在这么重要的事情上骗我。陈俊站起身，语气变得强硬。什么欺骗？我只是没说实话而已。再说了，房子不是给你住的吗？你嫁给我，这房子不就是你的了？用你的嫁妆还债，不是天经地义的事。我感到一阵眩晕，仿佛面前这个人突然变成了陌生人。3年的感情，无数个甜蜜的瞬间，此刻都被这个丑陋的真相覆盖。天经地义？我声音发抖。我父母辛苦积攒给我的嫁妆，就是用来填补你谎言的窟窿的。林梦，别这么说。陈俊的表情软化了一些，走过来想抱我。我不是有意瞒你的，只是不想你担心。再说了，结婚后夫妻一体，钱不都是共同的吗？我推开他的手，别碰我。你知道我的嫁妆是多少钱吗？整整200万。我父母一辈子的积蓄，你觉得他们把钱给我是为了还你的债务？陈俊的眼睛亮了起来。200万？我以为只有100多万。那太好了，还完160万，还有40万，我们可以。没等他说完，我抓起桌上的水杯朝他扔去。滚出去！婚礼取消了，我不会嫁给一个骗子。水杯擦着他的耳朵飞过，砸在墙上，碎成几片。陈俊的脸瞬间阴沉下来。林梦，你冷静点，明天就是婚礼了，所有亲友都邀请了，你要让我们2家人都难堪吗？难堪？我冷笑，比起被骗婚，这点难堪算什么？陈俊沉默了一会，突然走过来，抓住我的手腕。林梦，别闹了，我们明天结婚，
你把嫁妆拿出来，事情就解决了。他的手劲很大，我的手腕传来阵阵疼痛。看着他阴沉的脸，我第一次对这个相处3年的男人感到恐惧。放开我！我试图挣脱，却被他抓得更紧。你冷静点。他的声音变得低沉而危险。想想清楚，婚都要结了，你现在退婚对谁都不好。就在我即将崩溃的时刻，门铃响了，我的父亲来接我回娘家。按照当地习俗，新娘要在娘家住最后一晚。陈俊听到门铃声，立刻松开了我的手，脸上又恢复了那副温和的表情。你爸来了，林梦，别冲动，好好想想，明天我来接你，到时候我们再谈，好吗？我揉着发红的手腕，眼中含着泪水，却充满了决心。不，陈俊，不会有明天的婚礼了，我要退婚。陈俊的眼神变得冰冷，你会后悔的。说完，他快步走向门口，与进来的父亲擦肩而过，留下一句叔叔好，我有事先走了，便消失在夜色中。父亲疑惑地看着我通红的眼睛和手腕上的淤青。梦梦，怎么了？你们吵架了？我扑进父亲的怀里，泪水决堤而出。爸，婚礼取消吧，我不能嫁给他。父亲搂着我，轻轻拍着我的后背。别急，慢慢说，到底发生了什么？我抽泣着，将陈俊的谎言和他想要我嫁妆的事情一五一十地告诉了父亲。父亲的表情从疑惑转为震惊，最后变成了愤怒。这个混蛋！父亲握紧拳头，他把我女儿当什么了？提款机吗？我擦干眼泪。爸，我决定取消婚礼。我知道这样会很难堪，但比起嫁给一个骗子、傻孩子，父亲打断我。有什么好难堪的？没结婚发现问题，总比结了婚再后悔好。我和你妈支持你的决定。父亲的支持给了我力量。那晚，我们一家人坐在一起，讨论如何处理这场危机。妈妈心疼地看着我手腕上的淤青，眼中含着泪水。我就说他不是好东西。妈妈愤愤不平，看他那假惺惺的样子，原来打的是我们家嫁妆的主意。弟弟则一直在旁边安静地听着，突然说：姐，我有个主意，与其我们单方面取消婚礼，不如……听完弟弟的计划，我犹豫了一下，但最终点头同意。这个夜晚注定无眠，我躺在床上，回想着与陈俊的点点滴滴，曾经的甜蜜记忆，此刻都蒙上了一层阴影。他曾经说过的那些爱我的话，是真心的吗？还是只为了我的嫁妆？那套房子真的如他所说，是为了给我惊喜？还是一开始就打算用我的钱来还债？回想我们的相处，有太多疑点我曾选择忽视。他从不让我参与家庭财务规划，每次谈到钱就转移话题。我以为那是他想给我惊喜，不想让我操心。现在看来，那都是精心设计的圈套。夜深了，我拿起手机，发现陈俊发来10几条信息和未接来电，最后一条信息写道：林梦，别任性了，明天我会来接你，到时候把事情说清楚。你要想清楚，取消婚礼对大家都不好。我冷笑一声，回复道：婚礼照常进行，明天见。放下手机，我走到窗前，望着星空。明天将是我人生中重要的一天，但不是以我原本期待的方式。那晚，陈俊打来了电话，声音柔和了许多。林梦，对不起，我不该瞒着你，我保证婚后会对你好，会加倍补偿你。他的道歉听起来很真诚，甚至让我有一瞬间的动摇。但当他紧接着说明天记得带上支票时，我心中的最后一丝幻想也彻底破灭了。好，我会带上的，我平静地回答，心中已有定计。
挂断电话后，我躺在床上，回想起我们第一次亲密接触的那个夜晚，他的温柔，他的体贴，他在我耳边低语的爱意，如今想来都带着算计的味道。我们曾在那套房子里憧憬着未来的生活，规划着孩子的房间，而现在那些梦想都变成了泡影。我闭上眼睛，感受到一滴泪水划过脸颊，不知不觉中，我进入了梦乡。梦里是另一个没有欺骗的世界。如果要追溯我和陈俊的故事，得回到3年前那个春天。当时我刚入职一家设计公司，作为一名初出茅庐的室内设计师，压力不小。公司接了一个大项目，我被分配去协助资深设计师陈俊。那时的他自信、幽默、才华横溢，是公司里公认的才子，也是许多女同事心目中的白马王子。我从未想过自己会成为他的女朋友。在我看来，我们之间的差距太大，他是行业内小有名气的设计师，而我只是一个刚毕业的菜鸟。然而命运总是出人意料，一次熬夜赶项目，他看我困得睁不开眼，主动给我买了咖啡，还细心地加了奶和糖。听说你喜欢喝甜的。那一刻我心动了，原来他一直在默默关注我的小习惯。之后的日子里，他对我的照顾越来越多，加班时送我回家，生病时送我去医院，甚至记得我喜欢吃什么，讨厌什么。半年后，在一次项目成功的庆功宴上，他向我表白了：林梦，我喜欢你，不是因为你是我的助手，也不是一时冲动，而是我认真思考后的决定。你愿意做我女朋友吗？在所有同事的见证下，我红着脸点了头。那一刻，我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女孩。恋爱后的陈俊更加体贴，他知道我喜欢旅行，便常常带我去各地走走，了解我热爱设计，就推荐各种专业书籍给我。得知我梦想有个温馨的家，便开始计划买房。2年的恋爱期，我们几乎没有吵过架，即使有小摩擦，他总是第一个低头认错，然后用他的方式哄我开心。我一度以为这就是命中注定的真爱。去年年底，他突然告诉我，他买了一套房子，要给我一个惊喜，160万全款。他带我参观那套2室1厅的公寓时，骄傲地说：“这是我送给你的新家，也是我们未来的爱巢。”我感动得热泪盈眶，不敢相信他为我们的未来做了这么大的准备。虽然有点疑惑他哪来这么多钱，他的工资虽然不低，但也不至于能全款买房。但当时被爱情冲昏了头脑的我，选择了相信他的解释。这些年一直在投资理财，再加上父母的一些帮助，订婚那天，他单膝跪地，手捧钻戒：“林梦，嫁给我好吗？我保证会给你幸福的生活。”我毫不犹豫地说了好，并为即将到来的婚姻生活充满期待。父母虽然对陈俊有些保留意见，但看我这么幸福，也就不再多说什么。现在回想起来，那些不合理的地方其实一直存在，只是我被爱情蒙蔽了双眼，选择性地忽视了这些疑点。他从不让我参与财务决策，总说这些事我来操心就好。他对我的家庭背景和嫁妆异常关心，经常旁敲侧击地打听。他急于结婚，催促我尽快确定婚期。如果我当时能更加理性地思考，或许就不会走到今天这一步。婚礼当天，阳光明媚，仿佛在讽刺我内心的阴霾。按照计划，我穿上了那件精心挑选的婚纱，化了精致的妆容，看起来就像一个幸福的新娘。弟弟开车送我去婚礼现场，一路上不停地问：“姐，你确定要这么做吗？”我点点头，眼神坚定：“
既然他想演戏，那我就陪他演到底。到达酒店门口，陈俊已经穿着西装等在那里。看到我从车上下来，他明显松了一口气，快步走过来，握住我的手。你来了，我还担心。我挤出一个微笑。我说过会来的。他低声问，带钱了吗？我拍了拍手包，都在这里，支票。陈俊的眼中闪过一丝贪婪，但很快又恢复了温柔的神情。好，等仪式结束就处理这事。婚礼进行得很顺利，陈俊在台上深情款款地说着誓词，承诺会爱我一生一世，保护我，珍惜我。台下的宾客都被感动得泪眼婆娑，完全不知道台上这对新人之间正上演着一场荒诞的戏码。当司仪问我是否愿意嫁给陈俊时，我看着台下满脸期待的亲友们，深吸一口气，说：在回答这个问题前，我有些话想说。全场安静下来，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我身上。陈俊的脸色变了，眼中闪过一丝不安。昨晚，我未婚夫告诉我一个小秘密。我的声音清晰而坚定。他说，这套160万的房子是借钱买的，而且要我用嫁妆来还债。台下一片哗然，陈俊的脸色瞬间煞白。他抓住我的手臂，低声威胁：你疯了吗？闭嘴！我挣脱他的手，继续说道：我想问问在座的各位，如果你们的未婚夫或未婚妻在婚礼前一天突然告诉你，他一直在欺骗你，而且打算用你的钱来填补他的谎言，你们会怎么做？现场一片混乱，宾客们窃窃私语。陈俊的父母面面相觑，脸上写满了震惊和尴尬。所以我的回答是：不，我不愿意嫁给一个骗子。我取下手指上的戒指，放在陈俊手中。婚礼到此结束，谢谢大家来参加，宴席已经准备好了，请各位享用。我父母会负责今天的所有费用，就当是给大家的歉意。说完，我转身走下台，无视身后陈俊的怒吼和挽留。弟弟早已在出口等候，见我出来，立刻打开车门，走吧，姐，结束了。坐进车里，我长舒一口气，如释重负。虽然这样做很尴尬，会成为别人茶余饭后的谈资，但总比嫁给一个骗子，过一辈子提心吊胆的日子好。婚礼风波后，我回到父母家暂住，关掉手机，切断与外界的联系。我需要时间来平复心情，重新思考未来的方向。陈俊没有轻易放弃，他来过我家几次，一开始是道歉，说自己只是一时糊涂，后来变成了威胁，说要告我毁约，要我赔偿损失，最后则是哀求，说他真的爱我，离不开我。但无论他用什么方式，我的答案只有一个：不可能。1个星期后，我重新开机，发现有几十条来自陈俊的信息。最后一条写道：林梦，对不起，我错了，那套房子确实是我的，没有借债，我只是想测试你是否真的爱我，没想到会搞砸一切，请给我一次机会，好吗？看到这条信息，我不禁冷笑，即使到了这一步，他还在撒谎。我直接拉黑了他的所有联系方式。弟弟通过朋友打听到，那套房子确实是陈俊借钱买的，而且不只借了一个人的钱，总共欠了5、6个朋友，金额接近200万。他的工资根本还不起这些债，只能寄希望于我的嫁妆。更可笑的是，他并不是第一次这么做。他的前女友也曾险些被他骗走大笔钱财，只是在最后关头发现了端倪，及时抽身。而我，如果不是他在婚礼前一天露出马脚，恐怕此刻已经落入他的圈套。随着时间推移，这场闹剧渐渐平息，
我回到公司工作，换了一个部门，不必再和陈俊打交道。同事们或许八卦过这件事，但在我面前都很体贴地避而不谈。3个月后，我收到一封来自陈俊的邮件，他写道他已经卖掉了那套房子，还清了所有债务，现在要去另一个城市重新开始。他承认了自己的错误，说自己确实是冲着我的嫁妆来的，但在相处过程中真的爱上了我。如果可以重来一次，我一定不会欺骗你。他在邮件最后写道：祝你幸福，林梦，遇见比我更好的人。读完邮件，我没有回复，只是默默地关上了电脑。不管他的悔恨是真是假，那都已经不重要了。重要的是，我在最后一刻认清了真相，保护了自己。1年后的今天，我坐在新公司的办公室里，回想起那场差点改变我一生的婚礼。经历过那次打击，我辞去了原来的工作，加入了一家新兴的设计工作室。凭借着自己的努力和才华，现在已经成为了团队的骨干。我用自己的积蓄付了首付，买了一套小公寓，虽然不大，但是真正属于我自己的家。有时候我会想，如果当初我没有发现陈俊的谎言，如果我真的嫁给了他，我的人生会变成什么样？可能会在婚后不久发现真相，陷入痛苦的婚姻，也可能会被蒙在鼓里很多年，直到有一天他卷走我所有的钱财，人间蒸发。无论哪种结局，都比现在的我要痛苦得多。最近，我认识了一个新同事，他诚实踏实，对我也有好感。我们偶尔会一起吃午饭，聊聊工作和生活。虽然我对感情仍然有些戒备，但我知道，总有一天我会重新相信爱情。只是这一次，我会更加理性，更加谨慎。回首这段经历，我不再感到愤怒和痛苦，反而有些感谢陈俊的坦白。正是他婚前的诚实，让我避免了婚后的灾难。有时候，看似最糟糕的时刻，恰恰是命运给我们最大的礼物。人们常说好马不吃回头草，但我想说的是，有些草根本就不该吃。当你发现对方的本质与你所认知的完全不同时，果断抽身并非懦弱，而是对自己负责的表现。那些指责我在婚礼上闹场的人，可曾想过，如果我选择忍气吞声，默默接受这场骗局，将会面临怎样的后果？那些认为都要结婚了，忍一忍算了的观点，是否考虑过这样的婚姻建立在谎言之上，注定不会长久？在感情中，我们应该宽容、理解，但这不意味着我们要容忍欺骗和背叛。当你的未婚夫在婚礼前一天告诉你房子是借的，要拿你嫁妆还时，你会怎么选择？是委曲求全，嫁给一个从一开始就欺骗你的人，还是像我一样勇敢地说不，给自己一个重新开始的机会？每个人都有权利追求真爱，但前提是那必须是建立在诚实和尊重基础上的感情，否则与其步入一段充满谎言的婚姻，不如勇敢地转身离开，哪怕代价是短暂的痛苦和他人的闲言碎语。因为最终，你的人生只属于你自己，只有你才能决定自己要过什么样的生活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。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。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